管是这个华为或寒武纪啊，这个几家这些新兴的产业都很有希望。那当然，他们在技术上还是受制于美国科技的限制啦。不过，在他的这个创意甚至生产上都有很多突破。大陆一开始可以就是说，一开始对 H200没有采取一个好像非常高兴的方式就开门欢迎这也是中国大陆在 AI 方面已经有相当足的底气，才会有这种态度跟做法了。Bloomberg 最近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消息那报道告诉大家说，中国大陆官员已经通知阿里巴巴这些科技巨头呢，可以着手准备 NVIDIA 辉达人工智能的晶片 H200的订单这些相关的事项了。那显示出呢，北京当局正在准备要正式批准 H200的进口，而知情人士也表示呢，中方监管机构最近已经原则上批准了阿里巴巴、还有腾讯控股以及字节跳动进入下一阶段的采购准备。这个消息出炉，正好这2天我们看到了黄仁勋他在23号到了上海，去参加这个上海这边分公司的尾牙。那在2026年初呢，黄仁勋的访华就给了员工一个红包。那这是不是也正好是 AI 晶片 H200出口到中国大陆的关键时期呢？好，最近看到其实有一个新敌人学也就是说中美之间彼此是互斗，这个架构是不变的，但是他们也彼此非常需要对方，所以这个新敌人学呢，就是在新的领域跟敌人合作，一起来降低风险，尤其是中方的新科技实力，比如说像接下来大家要发展的 AI 机器人这些实力复杂度之高，很难只靠美国或中国自己就完全发展出来，必须要拉近全球的供应链才有办法生存我们怎么看这个现实的问题，庄老师？这个 H200是所谓的高阶的绘图晶片那主要用在目前的大语言模型的训练，还有 AI 伺服器的运作。那我刚趁空档赶快查了一下，单片的新台币报价介于100万到150万之间。那一台伺服器1G 8卡就大概台币1000万的那当然它只是一个主流，还不是最高阶的，还有 V200大概售价1.5倍 ，V300售价大概2倍。那更高阶的这个 GB200售价将近10倍。那么刚荣哥提到说海关挡不挡，其实我认为挡不挡不是重点因为媒体都把它聚焦在挡不挡嘛。事实上，过往的确发生过海关卡住不让它进口，但是呢，能够如果真的不挡的话，更重要的是能够同意它有多少配额进来。是，而且第二点呢，是哪些厂商可以采购。那如同刚刚荣哥跟大家说明的，包含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嘛。如果说它进来的量很少，也只有这3家公司可以上，其实意义不大。所以有在后来的这个配额跟厂商。那值得一提是，刚刚荣哥也提到说新敌人学，也就是说讲白话一点，中国需要美国，美国需要中国。那早在1980年代，当时美国就有一派的学者，但现在还是有，只是不是主流，强调美国要把先进的军事武器卖给中国，不止 F16、F14、F15要卖。为什么呢？一方面建立中国的依赖性，二方面呢可以知道中国到底在搞什么。进展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搞不好还有一个留后门，随时会来反将一军。所以看待这个晶片产业，市场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对，其实说要开放 H200也不是全开放它还是针对特定的几个重点的科技巨头，那请大家来着手进行下一阶段的这个放关的程序。那胡润研究所和研究院呢就发布了这个2025胡润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50强 AI 晶片企业呢，其中看到寒武纪是以6300亿人民币的价值，现在排在榜首，比去年成长达了165%。寒武纪是在2020年在 A 股上市，2025年上半年实现营收是28.8亿元，成长幅度高达43倍。紧跟在寒武纪之后的呢是3100亿的这个摩尔县城，还有2500亿的木犀。这2家科技公司呢，也都是在2020年成立，而它专注在高端的 GPU 研发。所以拉回到刚刚提到的 H200，这次渴望部分放行到中国大陆当然，这个北京给黄仁勋开了绿灯但是背后一定有非常慎重的一个考量。这个考量会是什么呢？安阳老师，陈如刚才庄老师讲的就是说，事实上北京这很聪明就是说开放 H200，事实上是让 NVIDIA 把2024年的库存销光，帮 NVIDIA 解套。NVIDIA 现在是 GB300，马上这个 Rubin 就要出来
那过去中国厂商它只能买阉割的 H800、H20哈，阉割再阉割的版本。那所以说它根本没办法从正常管道买到 H200，但是现在它可以买到 H200，已经是2个世代以前的东西的时候，它反而可以用比较低的价钱，不会被这个压榨的方式拿到。而这个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就美国现在还在做所谓的大语言模型，就所谓的 Super Intelligence。它是一个有钱人的游戏，就花1倍的钱买增加10%效率最先进的芯片哈，然后这些 CSP 厂商再发 AI 债哈，然后呢拿 AI 债去买芯片，然后再拿投资换订单哈，然后现在再用不断压榨上游的这些 AI server 的供应商，要求放账到1年。那以前呢，虽然台湾这些毛3到4可回款很快。现在这些 ODM 虽然毛利高，可是你收款很慢，再回来跟本国银行谈这个 AI factoring， 那全部被这个 Super Intelligence， 也就是白雪公主里面那个魔镜的 LLM 的诞生绑架了。那中国因为没芯片，只能靠这个数学演算法，直接面对市场，边试边调做 inference， 先赚钱再说。那然后呢，再用开源式的 LLM， 所以未来等美国这些 AI 大语言模型算完以后。中国早就从消费行为大数据里面直接调完产品，用不收钱的代价做消费 AI， 直接跟 PK 美国的这些 AI 大神下面的产品，非常有趣。对，因为接下来在可预见的未来，马上要来 PK 的、要竞争的，就是包括提到了人工智能 AI， 还有包括像是机器人等相关的高科技领域哈。那所以从一个大战略来看哈，当然黄仁勋只是其中一部分啊。北京要怎么样去应付黄仁勋这个 AI 霸主？你觉得接下来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做法呢？第一个就是说，现在因为是这样的一个架构，就逼着国内的厂商他有机会可以去卖他的产品。对。可是这个半导体现在已经违反了摩尔定律。所以包括台积电在内，它每一个新的制程推，它是用更大的代价。创造一个不像以前一样的产品，也就是说，你用1倍的代价创造10%增加的效率，所以所有人都被绑架，跟以前不一样。而硬体的另外一端是软体，它是一个数学的演算法等等。当你是穷人，你没有富人的权利的时候，你只能用更聪明的方法、更取巧的方式来做。可当你开源式的打开的时候，可以让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一起来调这产品。所以前面是一个推论。的大语言模型，另外一个是我直接在市场上来试，这是2个不同的一个差别。对，其实黄仁勋最近真的是马不停蹄啊，大家包括这个礼拜达沃斯论坛，你看到他也去了，然后特别提到了这个 AI 的大未来哈，勾勒出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景。那当然，这个我们提到说 H200这次终于。部分放行到中国大陆哈，这个潜在订单其实蛮强的，包括23号我们看到台积电、ADR 还有辉达、超微这些半导体的股盘在就说这些相关的股票哈，盘前全面应声大涨。黄仁勋先前也曾经说过，光是 AI 晶片部门未来几年就可能会创造500亿美元的收入。台湾这边《工商时报》有分析说呢，黄仁勋呢接下来呢他会在北京，因为他也要去北京的分公司参加这个年终的尾牙，而且可能会跟潜在的买家会面。他们要讨论的是最近美国批准的出口的辉达晶片供应到市场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物流上的难题，要怎么解决？好，那在达沃斯论坛上呢，黄仁勋也特别提到他是用形容5层蛋糕来形容这个 AI 产业。他说，这5层蛋糕包括了能源、晶片、云端、AI 模型，还有最上层的应用层。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 ：AI 没有泡沫化的问题啊，所以真的是引发了产业革命吗？在 AI 这个大战场当中，大使觉得中美要如何善用我们刚刚讲说新敌人学啊，如何善用对方就是这敌人的优势，取得自己领先跟胜出的机会。这个当然是一个理论，我认为是蛮难实现的哈，因为这个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啊？对，你的成功就是我的失败啊，对，我的失败就是你的成功，尤其在商业的竞争下嘛。那这次黄仁勋的这个 H200能够最后进入到中国大陆，我想中国大陆开放是个原则，管制还是有很多手法的。那最大的原则就是不要让这个 H200妨碍了中国自主的这个AI 晶片的发展。因为刚刚讲到中国不管是这个华为或寒武纪那还有这个几家这些新兴的产业
都很有希望。对，那当然他们在技术上啊，这个还是受制于美国科技的限制啦。不过在它的这个创意啊，甚至生产上都有很多突破。那大陆一开始可以就是说一开始对 H200没有采取一个哇好像非常高兴的方式就开门欢迎啊。这也是中国大陆在 AI 方面已经有相当足的底气，才会有这种态度跟做法了。那当然就 AI 的未来，那当然是，我看了有些报道，他说 AI 的未来就是人类的未来。它带的是不只是产业，是所有方方面面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革命性的这种挑战跟机会。对。那这一方面，我觉得就变成你就说它的5层能够带动能源啊、晶片啊，这是必然的。可是 AI 本身会改变很多这些人类社会光从人类本身智能产生出来的一种 capacity， 一种能量。那这个工具，甚至有人怀疑到它最后发展最后会取代了人本身智能的那个能量。那就变成就是说它会非常非常的不受控的话，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讲怎么样来管制。那你要放到这个，比如说啦，这个现在的 AI 它变成它有自我思考、自我判断，那甚至有这个所谓的生成的能力嘛，这个大家基本上是。那你要放到武器上面的话，那就很恐怖了。这个 AI 它可能就是说到了战场上啊，它是不见得受到你这个后台的影响，它有自动的一种防卫跟攻击能力。那光这一点，你就想将来的战争万一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失控的话，那会什么一个场景？那这种毁灭性的力量。那其他部分更不要算了，因为它的那个取代人力的尤其这种重复性的或这种机械性的操作的时候它取代人力的人力的这种能量太大。是，就跟有人说以前那个像那个这个电脑这个一些软体出现以后这个很多人就失业了。只是电脑软体而已。那现在这个 AI 的话，它事实上在这种，甚至在这种工业绘图甚至在电脑程式的设计这些部分呢，都有很大的能量，对，可以超过10个人甚至20个人的工作量，所以就变成造成这个社会上很大的冲击，对人力的取代。当然黄仁勋对这些部分他的讲法，我也不认为完全具说服力他说需要创意的不是那么重复性、机械性的工作，还是有很多机会他认为水电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机会还在，可是这个他有一点避重就轻不过我觉得就是说 AI 是没有办法停止的，就是整体的大趋势是如此对，它最后的发展是人类给自己造出来的一个危机呢，还是人类为自己这个开拓了一个新的一个乐土的话，我觉得这个没有人现在有办法下定论。对，不过就变成这种所有工具到最后呢，它都是两面性的。我们人类做了很多傻事，比如说我们的科学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可以毁灭自己生存地球的能力了，像核武嘛，就是核武。所以呢，我也不会那么乐观说 AI 就一定是那么给人类带来福祉。我认为最后还是看我们自己人类的这种道德的而不是我们的智慧。就要看对人性你是抱持比较正面还是比较负面的一个这个观察。那黄仁勋当然现在赚钱赚得很凶啦，所以他不会讲 AI 什么负面的东西。我真的是必须要提醒，就是这真的是两面刃的问题一定有正也有反。也说到了晶片科技，当然我们知道台积电这个最近他们在官网的技术页面上面更新了一行文字，大家睁大眼睛去看，到底改成什么？上面文字是写着说，台积电2奈米技术已经按计划于2025年第4季开始量产。好，那这是台积电的第一个采用全环绕闸极奈米片就是全环绕闸极是 GAA 这个奈米片电晶体的制成节点，而在新结构中，这个闸极完全包覆由堆叠水平奈米片形成的通道。几何构造呢是能够显著的提升
电磁控制力，来减少原本这个漏电的问题。那同时呢，缩小电晶体的尺寸，增加电晶体密度，也不会牺牲效能或者是功耗的效率。另一方面呢，台积电1.4奈米制成的这个工厂的地基工程，在2025年11月初也已经正式开始动工了，量产目标的时间是定在2028年。好，所以二奈米哈，我们科普一下，就是大约是头发直径的10万分之一。黄老师，这个我们提到了2奈米啊，甚至说2奈米以下哈，未来还要攻1.4啊，在研发上要突破的这个技术门槛是什么？就这个问题其实很有趣哦，就是其实 GAA 或者是 MBC Fab 就三星提出的架构，其实都讲了有一阵子。那真正做出来，并不是在研发功夫上的突破，而是在制程上有一个很明确的突破。那这跟台积电的战略很有关系嘛。那我们今天要做到2奈米跟1.4奈米，那最大的要求是什么？它不要漏电，希望它不要漏电，但是做到这么小尺度的时候，就像你的隔音材料很薄，你的声音就很容易穿过去，你的能量很容易穿透过去。在原子尺度的这种漏电上，就是来自这种穿隧行为。那台积电可以做到在制程上技术的突破呢？最重要的在于它可以做到原子级尺度的精密的加工跟制造，把它做得非常的平整，让它不会去漏电，这个才是台积电在技术上最大的突破。那回过来说，为什么台积电能够领先业界这么快去量产这件事情，其实跟 CoWoS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大家一想，先进封装跟先进制程，这有什么关系？对，当时台积电的策略，你今天要用我的先进封装的前提是，你必须把握我的 CoWoS，我的先进制程。所以台积电领先业界有非常多的时间去累积很多 data set， 然后去做它的 coordination， 它做出它全部的象限表之后，它就可以很快的在制程上去提高良率，达到量产的可行性。这是台积电在整体策略跟研发的功夫上，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突破门槛。那您觉得2奈米在量产以后哈，因为现在看起来是指日可待的，而且是应该不会太久。如果真的进到了2奈米量产的一个状态之后，全球半导体的格局，就是半导体的竞争格局会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最后它可能会开始变成某项特定的某几个专项元件，有某几个特定的公司去做。因为今天2奈米制程甚至14A 这种制程，它是属于国家级建设，国家级建设型的一个半导体制程策略。那这个东西并不是单一一个小公司它就可以去完全支撑起来的。那这样子的制程规划下，它会瞄准几个比较大方向的，尤其是现在最主要大家去看到 AI 这个部分。那至少在 Silicon 在矽跟锗的这个体系之下，我相信它至少走5年、10年甚至15年都是没有问题。那接下来会在这个战局杀到白热化的时候，也许其他就要转型去做其他半导体材料方面，在架构上做更多的提升，因为毕竟这个材料在物理可能已经走到某一种极限了。那在工业的角度上，就是继续去拼谁可以更分工细作的把东西做出来。那另外一个策略是怎么在材料跟物理极限上进行更大的突破？对，这我们讲说台积电，其实台积电现在在除了专业的研发不断追求突破以外，这几年大家知道，因为地缘战略的关系，所以呢，现在所有的厂商都得考虑地缘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台积电在全球的布局啊。2奈米量产呢，它的重点是在新竹宝山 Fab 20厂。那新竹宝山的 Fab 20厂呢，也已经进入了生产阶段啊，预计每个月会有2万到2万5千片的产能。那1.4奈米的这个制程新厂呢，是在中科。根据韩国媒体 Digital Daily 他们的报道说，3奈米制程呢会在 Arizona 的工厂提前将近1年投产，1号厂呢将会在今年就是2026的第4季开始4奈米制程的量产，2号厂呢在2026年第3季要开始安装设备，目标是拼2027年实现3奈米制程量产的目标。好，当然这个台积电他们承诺，因为之前大家看到川普跟魏哲嘉2个人在白宫开记者会哈，那台积电也承诺说，在美国要建立一条稳定的生产线，甚至现在看到了他们是提前做到的。而且最近媒体也有一个报道，我记得是商周，台积电的供应商啊也特别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未来呢，不管是材料也好，设备也好，你必须要超过一半，就是在50%是一定要美国制造的。好，所以 Russ。目前
台积电告诉大家2奈米是留在台湾，是告诉大家说，大家不用担心，先进制程还是在台湾，就算在美国的也都是2奈米以上的，好，不是最尖端的，是要让台湾的民众放心。你怎么看呢？台积电跟川普美国政府之间的斗智？请问台湾谁很放心这件事情？因为过去几年，每次政府不管是谁，前经济部长郭哲辉或别人说，将来什么什么时间，1年、明年什么时间，最先进的晶片不会在 Arizona 制产，然后后来已经调票几次了，不是吗？所以我相信所有的台湾人都知道，这个是一个 moving target， 就是说，就迟早的事情。迟早最先进的科技还是会在美国制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只要是今天的最先进科技，美国会坚持，美国会需要说，那是今天的最先进的科技，必须要在美国制产。就是在美国一定要比照办理有一套。美国不管怎么样，美国会继续向台湾政府跟台积电施压说，只要是你最先进的科技、最先进的晶片，那你一定要立刻。那当然立刻不是明天，但是美国会坚持你最先进的科技还是要在美国制产。所以以后台湾也没办法继续说，我放这个承诺说，将来几年最先进的科技不会到美国制产，不可能，美国永远不会满意，美国会继续施压。好，但是在海外设厂这件事情啊，其实它并不是说在像是这个开 7-Eleven 一样，好，在台湾这边 OK 的话，到了美国那边立刻就可以马上啊，设备、人力全部都可以找来以后，就立刻开一家分店，因为它是晶圆厂。它不是像开小七一样这么的容易的，所以如果今天台积电必须要先说服美国政府，特别是说服川普哈，在未来接下来的2年，他要让川普知道没有那么容易啦，他能怎么样让川普知道这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呢？那当然，美国是不容易的事情，盖工厂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台积电不管是在台湾、日本、美国、德国盖厂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速度是相当快，而且通常他们是比原来的 schedule、比原来的时间表还提早。盖好工厂，因为台积电这方面真的是非常厉害，经验非常丰富。毕竟他们已经在台湾盖那么多工厂，硬体 OK， 那软体盖工厂他们真的知道怎么做。对啊，硬体 OK， 软体呢？人才人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因为问黄老师，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才的部分是涉嫌到一个不能公开说的秘密，就是说你问100个台积电工程师最聪明、最厉害的工程师，好，你要选择，你将来10几年你要继续在新竹、台南、高雄工作，还是你要搬到 Arizona 住在美国，小孩可以变成美国公民，至少拿到绿卡。你想留在新竹还是去 Arizona？ 对不起，我知道台湾观众朋友可能我说这句话，有一些人会不满意，但是你可以这些台湾作为优秀人才，这个选择。谁不想去美国了？黄老师补充一下，这个不能说的秘密。人才，我觉得这跟台湾人的性格还是蛮有关系的，就是真的大家很认份、很打拼的去完成很多事情，真的是台积电这10几年突然突飞猛进的关键要素了。但其实近几年，像欧美的各国也是有派一些人到台湾来培训这个东西，但能不能把这个文化转嫁到人才身上？这个是目前未知的。像Justin 他们也派了一批学生到台湾开始研习，然后甚至今年也有一些从美国来的学生，他们就说我们不怕辛苦，但我们想了解 Fab 在干什么，对，去学习这个文化，这个才是逐渐在人才上转变的一个我看到的一些方向。了解，马老师啊，这个2件事情如果跟台积电有关的合并观察，接下来请教你，就是第一个，美国政府核发年度出口许可，允许台积电持续向中国大陆台积电的南京厂来进口美国晶片的制造设备。第二点呢，就是路透在31号报道说，辉达将会积极满足大陆科技厂商所开出的需求。那陆方现在采购是200万颗 H200的晶片，预计在2026年要交付，就今年。
那辉达呢，目前的库存是只有70万颗，所以呢也已经赶快接下台积电，要扩大产能啊。两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难得的机遇哈。这个华补可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嘛。不过要小心的是什么？对，我觉得川普还是一个这个思虑非常周密的人哦，他会开出这些条件，包含卖，还有这个包含到南京，他可以在过去设备上控制，但是现在解禁，对他主要是川普谈一个条件，就是跟黄仁勋说你卖过去，但是我要抽25%的利润。哦，那我觉得最赚钱的还是美国政府嘛。那当然这件事情对黄仁勋来讲应该不困难，因为他的这个 H200的毛利率是70%哦，那再拨出去25%的利润，其实他还是赚钱的。那我觉得在未来就是说以 H200为核心的这个整个封装线，或者是整个软体的这个的生态链吼，它会暂时出现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过去中国大陆拿到是 H20的这个晶片，它跟主流规格又不太一样，但是它现在就拿不到 B200嘛，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的迷思都在什么是最先进，但是因为在科技产业速度实在太快了。所以我觉得永远没有最先进，它就是只要你1年过去，就是下一代或者是这个接下来的技术出现。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川普这个放行，它对台积电获利一定会有增加的效果，但是台积电的主要客户非常的多，Intel 这个 AMD 高通、博通一大堆的其他的这个厂商，所以就是说黄仁勋的 NVIDIA 只是扩大了它的这个台积电生产的这个量能或需求。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还不是真正台积电，就是最赚钱的部分，或者是说非得要靠这个赚钱，但是一个利多。对，所以真的，因为再加上接下来的未来几年都会是 AI 的浪潮哈，所以你可以看到是科技厂商几乎大部分应该都是稳赚不赔的。好，我们说中美两强这个 G2 哈，就是拼得你死我活的，而且呢是竞争格局架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当然未来呢，大家比拼的是高科技，尤其是 AI 的竞争。很多人以为呢，这个 AI 竞争拼的是谁的晶片比较厉害，谁比较是先进制程的。但是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最近他在接受访问时他却给了一个不同的观点，他还丢出了一个震撼弹。他说，中国大陆很可能在 AI 竞赛中要领先全世界，因为未来 AI 竞赛的关键不是在2奈米1.8奈米甚至更高制程的，而是呢，在一个更现实，可是却被美国刻意忽略的问题，就是电够不够用的问题。马斯克直言说，2026，中国大陆的发电量可能是美国的3倍。反观在晶片制程方面从3奈米推进到2奈米。机器成本提升到2倍，但效能却只增加10%左右。当然，这也意味着晶片制造技术目前已经难以大幅度的突破。对于后进者，也就是大陆的华为来说，将会更容易的追上。好，所以黄老师，当马斯克提到了电其实是未来的关键，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哈，能源是一个，还有人才是一个关键，特别点到了电，就是能源。这个大陆的发电量远超过美国的时候。这场 AI 竞赛接下来的发展怎么看？没有电就没有 AI，就应该是说 AI 持续往前发展，它的耗电很大，所以电的充足非常关键。但是呢，这个电力不一定就一定会转成算力。那个就是诚如刚刚何荣讲的，你有充分的电力，问题你的制度、你的政策、你的人才、你的封装、你的产业聚落、你的软体发展，我随便举几个例子，中间有任何一个没有到位，电再多，你不一定能够转换成为你的集体的算力。对我们讲算力及国力，但算力的后面真正的那个国力算力变成国力中间，就牵涉到你到底能不能用，你取得了这些电力，你取得了这些算力以后，你让它用在什么上面？如何增加国家的权力？如何累积更多的财富？如何推进更高一层的科技发展？这一些很多跟人有关，跟人才有关，所以它又牵涉到人口结构的变化、教育政策。它并不表示我有电的话，我一定就赢，对，一定就强。对，所以电的部分比较像是我们听到像是硬件、硬体这部分人才是软体那如果我们拉高来看，说一方在追，也就是中国大陆这边在急起直追，美国这边在挡，就是不让中国大陆追上。这一追
一杆之间啊，这个攻防上面，在未来尤其是科技上面的战略，他们会如何做调整？就物理极限来讲的话，你从微米啊，再到奈米，你总有一天，不管是什么定律啦，到最后就是它有一个限度，到极小化，那所以物理的极限，但它并不代表你真的那个物理的极限，你要靠更多的电力去支撑。对，那彼此的发展，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那我觉得马斯克他讲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这个最后的那个电力等于是发动机啊，你的发动机不够，发动机不如人，输出的力道不够的话，你再好的晶片，你不一定能够用得出来。所以他才说电不会转成智慧，但智慧并不代表转成成功啊。对。对不对？一样的道理。所以其实现在马斯克已经提醒了美国说，赶快要准备好这个发电因为呢，光是这个基础建设如果追不上中国大陆的话，恐怕会被反追赶。中美之间还有一场晶片的角力，现在正在进行，也就是这一阵子我们常常讨论到 H200，他们要卖到中国大陆去这件事情啊。北京现在传出呢，采购 H200呢，必须要搭配一定比例的国产晶片，而辉达这边呢，也提出了他们的要求，他们进一步的要求说，中国大陆的订单必须要全额预付，先把钱全部付清了才出货。但这个要求呢，对于下单订购的企业来说，将会是非常沉重的资金负担。所以呢，后续掀起的效应，现在外界都在观察。怎么看呢？Russ， 你觉得一方面北京要求 H200你要卖到中国大陆来，你必须要搭载就是说搭配我们这个国产晶片，而辉达这边也出招，是要全额预付哈。中美各自背后的盘算。中国要本地企业多购买国产晶片是可以理解，毕竟他们希望以后最新的最关键的科技是中国制造的，不是购买美国的，所以他们有这个要求，这个政策是可以理解。但是同时回答有这个新的条件，要全面预付了，也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怕，明天中国会不会突然改变政策？目前提出的理由是这个，会不会禁止你购买？而且辉达要开始资产的话，也有 cost， 对不对？所以他们不是他们的想法说，我们这么先。我们自己花钱，那你今天说你要买，我们现在花钱资产，然后你后天说你不能买，因为政府政策结果我已经做了。对，所以可以理解，而且预付的话，至少虽然汇达也没有缺现金，但是也可以中间时间赚很多利息了，所以这个也很聪明。而且万一中国改变政策的话，我相信到时候汇达不会第二天立刻换钱，可能会拖一阵子才会换钱给他们的这些中国客户。但是不得不说，因为已经有非常明确的声音，还是有美国国会议员今年想通过用法案的方式来还是限制一些比较关键的最新的晶片出口到中国去。那假如说如果真的成案的话，那川普会不会使用否决权？目前真的是一个问号。不过现在就是看怎么谈嘛。那辉达说要全额预付，那中国大陆这边如果说要谈这个全额预付，可以啊，我国家当做后面的力量来支持你，可以啊。但是问题是你要给我更高阶的，有没有可能？难，我认为川普他的想法是，我已经让步很多，我已经同意H200可以卖到中国去。本来美国是限制了，我已经让步好大。那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非常固定的立场，他会直接跟习近平说，对不起，我不会在这方面你要更高的科技是不可能。好，聂老师怎么看？因为其实中国大陆也很会谈，你今天要我全额预付可以啊。你给我更好的条件。我刚刚讲一下，他真的是让步 H200嘛？大家知道才半年了，从 H20马上跳6倍算力到200。我跟你讲，他突然发现200没有什么，因为后面还有 Blackwell 那个数学家的名字，还有一个天文家的名字。对呀，我跟你讲，全方位6种东西组在一起，他发现跳太快了。我跟你讲，过明年之后 ，Blackwell、Rubin 又是我们谈的旧议题。没错，太快。我先讲一下，中国讲不好听，他所有的东西都是计划规划型的，所以他所有东西都不是口号，都是蓝图。我讲他的计划经济，大家知道，经济5年经济一直到现在15要开始，每一次都超标。第二个呢，大家非常清楚啊，科技在中国制造2025，在2015写出这个文本，
讲出3步走，用工业化、资讯化的2个重点走3步走，2025、35、45，推了9个任务，10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新一代讯息，当时走5G、6G，再来就是这个所谓的科技，包括航太，还有这半导体。各位想想看啊，中国当然不管从川普1.0版一直到这个拜登，华为被抑制的多惨，大家知道吧？好，但华为现在情况怎么样？越挫越勇，对不对？它甚至是全方位、多目标的去行进哦。它不管它私底下的这个，你看它在2012年的一个这个星光工程师所弄出来的，就是因为躲避制裁，去另外搞了一个这个子公司叫新凯来，大家都听过，它专门去搞半导体研发。这个原来是一个资讯通信的公司哦，这个也做。你知道华为里面有20多万的员工，11万多的硕博士的研究员。这么样一个高科技的公司，它所做出的东西，讲不好听，经过彻底细细的规划的研发，品质也好。科技相关的议题啊，根据最新的报道，这是路透社的最新报道说，中国大陆的海关当局这个星期告知报关行，说 NVIDIA 的 H200人工智慧晶片呢不准进入到中国大陆。但是路透社无法确认啊，上面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指示是不是适用于先前已经下定的 H200晶片，还是说从这个禁令之后只针对新的订单来下达禁令？美国科技新闻媒体的 Information 呢，昨天就引述了2名知情人士的话，他们报道说，中方政府在这个礼拜告知部分的科技公司，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批准他们所采购的辉达 H200。那比如说用在哪些地方呢？大学研究之用，那就可以放心。北京先前已经端出了一份这个 H200的用户名单呢，现在却又传出说要禁止 H200进到大陆的决定。大使，您觉得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还有这2天有些分析也看到说，并不是全禁，那它的调控的一个思维是什么？我想最主要就是不要影响到中国本土的这个 AI 晶片的发展啊。那因为你 AI 晶片你要能够发展的话，你要持续不断的资金的投入啊。你研发出来了，结果大的用户都说对不起，我已经买了 H200了。你含5G 也好，你华为也好，你这芯片卖给谁？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是说，当然是以保护本土的这个 AI 芯片来作为第一考量嘛。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进 H200晶片，也就是大陆政府很明确释放一个讯号，就是说，你这个 NVIDIA， 你这个 Number 2上面还有一个 Blackwell， 你这个 Number 2啊，我不需要。对你不要这个时候来搅局，把我这个中国本土晶片发展的这个机会啊，你看我的东西快做出来了，你就把你东西大量放出来，让我的东西没有买家，后继无力。所以我讲最主要是2个讯息，一个就是说，中国大陆不需要你这个晶片，最重要是这个讯息。第2个就是说，也告诉美国说，你这个科技战你已经到尾声了，你这个最先进的第2 Number 2的东西我自己有了，不用你我也可以 survive， 不是非你不可。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大陆海关已经通知了这个所有的进口商不准进来。对。就讲得很清楚。你觉得跟先前这个辉达不是有提出说要全额先预付，就把之后不是分期的，而是你一次付的这个当做一个谈判手段？那就是说他自己掌握的情报不够精确吧？也大概也没有预计到中国大陆就告诉你就说不能进来了。因为你这个都是库存货啊。对你这些都是你库存，你销库存，你还跟我要求这个要求呢？你卖别人算了。后来有改口，到时候付定金也可以。付定金也可以，对不对？改了嘛？现在飞达钱赚不到，川普也有7.9亿美金赚不到啊，因为他有出口税啊。美国政府宪法明定不能估计出口税，你出口1块钱你要拿2毛5分给我，这什么政府？不适用于川普。那川普就跟你要啊，对不对 ？AMD 的时候只收了 AMD， 因为它那个是所谓特用，不是通用的，那个也是 AI 晶片，所以他给他收了15%。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最大的一个讯息，我想让美国的科技界、全世界科技界，大家会很震惊的，就是说，哇 ，H200你不需要，对，那你自己有是不是？那我也不要告诉我有没有，我反正不需要，就表示我不需要嘛。对，不需要就表示自己有能力，自己靠自己嘛。
那钱不必啊，你美国不必拿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川普对于这个整个美国科技界哈，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啦。因为美国这个对中国大陆科技在一个芯片上，它两个不可能。第一个让你买不到，先让你买了，过来还有一个让你做不出来，对不对？那你现在让你买得到，结果你不要，意思说你做得出来吗？那你对中国大陆过去所有的晶片设备的这种打压，看起来也没奏效啊。对，要不然中国芯片制造设备自己做出来了，对不对？要不然用各种方式啊，用这个所谓用不是用所谓的这个算力，而是用运算的方式来解决算力的不足了。反正大陆想出解方了，刚才提到就有解决办法了嘛，就是这样。对，就是这个能源的供应啊，就是说，当你依赖习惯之后呢，突然一下子没有的时候，你会不习惯。可是其实坦白说，你就必须要先想想这个因应解决之道啊。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媒体啊，新通社公众号，他们最近也发文，他们分析了说，这次美方松绑 H200到大陆，暗藏着3重算计哈。哪3重呢？第一重就是呢，基于大陆500亿美元规模的 AI 市场，这个饼很大。那透过25%的交易抽成呢，也能够对美国的财政啊，这个有很大的益助。那光是辉达单季度中国区的收入就可能为美国带来7.5亿美元的红利。第二重算计呢，是为辉达这些企业来纾困，因为先前的出口禁令让这些科技巨擘错失了关键市场。现在开放销售的话，可以挽回一些，至少这个营收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损失可以补回来。第三呢，是试图用技术供应来麻痹中国大陆企业的自主研发意志，延续美国在晶片领域的话语权。陆老师怎么看新通社这个分析？只有一点他讲的不对，就是纾困替辉达来纾困这个用语其实比较不恰当的，因为辉达目前是全世界最会赚钱、市值最高的公司，你不能用纾困来形容它，只能说它减少它去年因为55亿美金的那个订单的损失，希望减少损失了，你不能用纾困辉达来作为理由，这个全世界人家没有人听得进去。但其他2个理由也讲的应该是差不多了，尤其是第3个理由。对，第3个理由最好，就是说辉达要用它整个技术供应链。来让大陆的企业的自主研发意识来降低，这一点很重要。刚刚谢大师有讲，目前中国大陆在晶片研发，华为跟寒武纪是 Tier 1，就第一间。那么他们还有 GPU 4小龙还有什么木犀啦、穗源啦、天数智新啊、必刃科技。尤其木星最近刚挂牌的时候，第一天就上涨700%，不得了。前2个礼拜又挂牌一个摩尔县城，也是一挂牌就上，所以表示中国大陆对 AI 的晶片这个非常的疯狂。那这一部分他们研发也加大力道。那如果辉达的这个 H200就是次高阶的这个晶片能够卖到中国大陆的话，它的确可以让中国大陆在 AI 的供应链方面，就是它整个的生态链上面有取得优势。对，因为我们知道你卖一个晶片，不是只有那个晶片。你要用CUDA那个系统软体才能够操作，你还有那个硬体设备也要配合。那软体、硬体要配合，还要有先进的封装，还有辉达的晶片，你还要跟超高频 HBM 的结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态系。那如果辉达能够把这个生态系卖到中国大陆的话，那中国大陆有500亿美金的这个市场在 AI 市场里面，那这是一个多大的市场？那当然辉达不会放弃这市场，他卖过去对他来讲，不只是他在企业营收上有他的获利，不止美国政府可以抽税，那他最主要，他抢占中国 AI 市场的生态系，这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 H200如果因为禁令的关系，那不管是先前的，有没有包括先前的，或者现在之后的，问题就回到了黄仁勋的身上。好，你觉得他会想怎么样来因应呢？我觉得黄仁勋还是会想尽各种办法。以美国合规的方式把他的晶片卖到大陆去。做生意的人永远不会放弃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因为 AI 市场的确是除了美国，中国是除了美国以外 AI 最大的市场，而且是2个这个最竞争的市场。那如果辉达的晶片如果能够卖到中国，我相信对辉达是有很注意，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事实上很多的中国的科技业者是透过其他的私下管道去取得
NVIDIA 的，就说虽然没有直接，可是用没有间接的方式。绝对都是，譬如说透过新加坡还是透过哪里去取得了 NVIDIA，因为 NVIDIA 的晶片目前还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在 AI 里面没有人无人可敌嘛。虽然 AMD 积极追赶，但是目前它还是最领先的，否则它怎么会有市值有4.5兆美金，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所以黄仁勋又要在发挥他这个长袖善舞的能力，要再来说服，特别是要说服川普，要说服川普，而且不只是说服美方哈，还要说服中方这一边。对。可是你也可以看到，最近其实美国的这个 BIS 啊，就是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也规定哈，所辉达这些晶片在出口到中国大陆之前，必须要先由第三方测试、实验室审查晶片的 AI 技术能力。那销往中国大陆的晶片数量呢，也不能够超过辉达给美国客户总量的50%。另外呢，在去年12月啊，其实美国与8个盟友共同推动的这个系和平倡议啊，川普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建立国家层级的 AI 政策框架，而且表示呢，目的就是要防止中国大陆轻易的在 AI 竞赛中追上美国。半导体跟 AI 研究机构 SemiAnalysis 他的分析师就指出呢 ，H200事件反映出了一种仍然在华府内部争论不休的校准式围堵策略。美国在历经了拜登政府那整个围堵之后呢，发现呢其实是无效的哈。但是要如何维持在科技上现在所剩不多的 AI 领先地位？那这次的 H200，大家也认为会是一个观察的重点啊，姜老师。其实我觉得就 AI 的算力来讲，整体的算力来讲，美国目前还是领先中国颇多啦。因为现在有个统计，就是说以 H100等级的算力来讲。美国大概的算力大概是112万颗等效算力，那中国大陆大概23万颗，那欧盟是7.6万颗，所以美国其实在这种大型模型训练啊，或者是比如说更高端的军事上的 AI 等等，它其实还是比中国大陆拥有相当的优势，但是中国大陆掐住了一点，因为比如说你这些军用以后 AI 要军用，它不可能接个电线嘛，它要靠电池。高效的电池，那偏偏高效的电池现在美国被中国大陆掐住，因为美国军方自己都承认了，在目前美军的武器系统当中，有6000种跟电池相关的零组件，蛮依赖中国大陆的。那特别是以后他们在发展的磷酸铁 LFP 这种电池，很不幸，中国大陆市占率99%，关键零组件的产能90%。换句话说，没有错，以后美军可能会有强大的算力，但是当我这些在前线的这些系统需要用电池来确保这个算力的时候，这个电池反而掐在中国大陆手上。那美国虽然是有这些原料，但是因为美国的法规、环保法规，让他没办法开采。然后就算是川普现在想要做，他们估计大概花5年可以建立产能，但是你要像中国大陆一样，那个产业链要出来。时间更久，所以是说，虽然算力部分美国有优势，但是在战场上运用的时候，中国大陆又掐住了它的关键节，而且掐住了正好是那个最重要的关键点，关键节。对，没有想到在这个大机器的当中，那个关键的小螺丝钉，却是能够左右这个机器能否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